你真的不考虑找个小黑屋把我关起来吗？然后胖揍一顿啊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动不动了？ 不是吧？又要我死啊！我都死了好多回了。南恒，跟南风长得一模一样，一样的臭皮脸，一样的。我还是死了算了。我今天就是憋死、淹死，也绝对不会跟你走剧情的。 店家自己下去了，你们确定？还得是我们英明神武的七殿下呀，高啊！天定，天定，哎，我听说有人落水，你没事吧你？我既然好好站着，自然没事。落水的是我长姐，还有七殿下。老七？不会吧？他也有今天？完了完了，名场面要来了。刚才多谢七殿下相救，那个小女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哎，宋一梦，我就知道是故意设计落水的，就是为了勾引七殿下。 哎呀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来，张一下，还想走？现在知道话了？刚才怎么跟我说的？楚归鸿也要娶我，七殿下也……长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还在那儿跟我装，死就死了。 今天我就豁出去了，彻底断了这条感情线。你干什么？刚才可是姑救了你啊！你救我？七殿下监禁小女，怕不是有别的目的吧？啊？怎么，被我看穿了吧？你接近我不就是为了我们宋家的权势吗？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说得好！ 没想到宋家的两位姑娘都是如此的慧眼识人呐！啊，哼！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应该放任你去死，对吗？没错，曾经有一位名人说过：“放弃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”你懂吗？好啊，如果有下次，我定让你去自生自灭。哎，没有下一次了。我跟七殿下呢，以后最好就是井水不犯河水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后会无期。又来！殿下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七殿下，方才是你救了小女吗？不是你干什么呀你啊？七殿下，小女孑然一身，无以回报，现在只想结讨贤欢，以身相许。我这个。
还升格，还打大灯，还转镜头，杀气斗的编剧，弄毁了全家。这是怎么了？我的身体为何不听使唤？你家看上去很享受啊，莫非这也是他的筹谋？七殿下清白没了。我被他控制了。富贵，把这个刁女给我拉出去。我呸！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哎呦，七殿下这么介意，该不会是第一次吧？七竟然是第一次，真的假的？好杀神竟然如此。你说你这么一大把年纪，走，东子口，我们殿下在接楼啊！哎，听说了吗？七殿下的清白没了。谁这么大的？宋尚书家的大姑娘，真的。这事儿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了，可千万别跟别人说，一定守口如瓶，谁说出去谁是狗。真的，千雷斗地虎，一拍即合，就汉风干离，难分难舍。亲眼所见，绝对为真。这七殿下都把宋姑娘的未婚夫楚将军送进大牢了。啊！哎呦，老天爷呀！就连画本子上都不敢这么写呀！宋家姑娘同款发簪，杀神圣能被迷倒啊！本摊新出的梦梦香，一见倾情不是梦。皇家子弟偏好的胭脂用色，就是在我这儿买的。咱姑娘啊，就是用了这个，才把七殿下的那个给弄没了。你说那个是哪个？该不会是那个吧？还能是哪个呀？可不就是那个？那个是哪个呀？姑娘门口嚼舌根子，你俩活不干是不是啊？挺大岁数人了，叫人家舌根子，干活吧你！你是一名演员，一名正在上升期的演员，你只不过跟你的搭档演了一场吻戏而已，仅此而已。吻戏嘛，多大点事儿啊？哪个演员没演过吻戏啊？对吧？只不过你这个对手演员有那么一点儿变态，外加一点渣男，来者不拒，欲拒还迎，心机勾引，表里不一，人面兽心，心狠手辣，啥也不是。天哪！我什么时候演过这么离谱的戏呀？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！编剧，你做个人吧，行吗？就算是为了推动剧情，也不能把演员当工具人吧？姑娘，你真把那个杀神的那个给弄没了！天哪，姑娘不要命了，怎么会和七殿下有染？你们不觉得你们自己很分裂啊？啊？现在知道害怕了？那早上是谁非得把我往宫里面送的？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看过剧本，也就是说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剧情说的是什么。不管这些纸片人愿不愿意，他们的存在都只是为了推动我和南恒的感情线。唉，工具人呢？所以强制入宫、落水、相聚，还
还有那一段不受控制的，这一切都是剧本的强制机制。合着我这个女主除了要跟男主斗，我还得跟剧本斗。殿下，御花园的事儿呢，小人已经差人去办了，绝对不会有人说殿下明解的事情。如果但凡有人，殿下，要是但凡有人再说的，那我，殿下，你这是受了风寒呐！快，来喝碗汤。殿下，您这招苦肉计用的真是太妙了。为了引诱那个宋家女，先是不畏严寒跳进湖中相救，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含垢忍辱舍身取义呀，像失了魂一般与那宋家女是唇齿相交，如胶似漆。小人差点都被你骗了。姑没有啊，今日岸上所为，并非姑的本意。那殿下为什么还？定是那个宋一梦，用了什么妖法控制姑。七殿下，方才是你救了小女吗？我说呢，殿下平日最是持重，怎么一见到那个宋家女，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哎，殿下，要不要我去紫银观请几位师傅过来看看，驱驱邪气？怪不得那个楚归鸿为了他至今未娶，看来他果然是个妖孽呀！楚归鸿为了他至今未娶，和咱们一样，都是光棍儿。殿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宋家女6岁的时候，由千羽王做主，与楚家定下的娃娃亲。此事呢也在圣上那里过过，只是当时殿下正在冷宫之中，这件事并不知道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楚家一直征战边关，本以为这门亲事就此作罢了，没想到这个楚归鸿呢，竟像是着了魔一样，不娶妻也不纳妾，竟像是等着这个宋家女一样。还有这档子事儿啊！既然楚归鸿对他痴心不改，那就别怪姑趁势而为了。殿下的意思是，今日御花园之事不必封口，姑要闹得人尽皆知。明白。殿下，高相回来了。舅父，七殿下，不必多礼。舅父此时不是在两淮赈灾吗？为何突然回来？老夫刚刚得到消息，圣上暗中安排了两淮官员助力18殿下一党，沿途设办周旁。圣上一片偏宠之心，早就昭然若揭了。无论我靠着这条命，拼下多少战功，拿下多少政绩，也都是枉然。如今这些，又有什么意外呢？不知道殿下接下来准备如何应对？我算上各地的兵马，我的2万玄甲军，绝对不输楚归鸿的1000余军。可楚归鸿手上，却有从太祖朝便留下的断刀之法。我玄甲军若学得此法，将来无论是自保，或是起事，胜算都会多上许多。那老夫便再投耳入瓮，祝殿下早日成事。舅父是有捷报回传。楚归鸿征战期间，曾频频向京中与他结亲的女子传信。平戎之战前夕，更以700里加急防卫的一封书信。老夫料下，断刀之法，只怕已在此女手中。是宋一梦。殿下认识此人？何止是认识？
她本是兵部尚书宋大人之女，我还想借着她跟宋义德交好，没想到她身上还有意外之喜呢。哎，往里搬，往里搬！哎，后面跟上，快点！对，往里边。字画3箱，首饰3箱，黄金500两，千年玉珊瑚1对，玉如意1柄，这么多好东西啊！蓝玉夜明珠1颗，玉佩1枚。宋姑娘，昨日在宫中受了些惊吓，今日殿下略备薄礼，还望姑娘笑纳，见面一叙。这些都是南恒的东西啊。对不起了，我们不合适啊。殿下，这宋姑娘礼也不收，面也不见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欲擒故纵，故作清高。姑要做的事，还由不得她答不答应。来，这个行啊，这个行，这行，这个好。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我以后再也不吃糖葫芦了，我再也不吃啦！哎，今日七殿下又做新诗了，你背诵了吗？七殿下要做新的诗了？那当然了。听说了，七殿下府中的玄甲军天天都在做。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！傻傻逼，傻着。七殿下，七殿下，七殿下，你一个八戒，你没这么多戏啊！老天爷，我不想跟男主谈恋爱，这么难吗？说吧，母亲又想逼我做什么？哈，你还好意思问我想要做什么？人宋一梦为了婚事，杀神都惹得。花宴前，娘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一定要拿下18殿下，人家可是大晋朝的祥瑞，天子都看重的未来储君。像这样的上品夫婿，去哪里找第二个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你娘啊，这几日已经把18殿下的行踪全部给打探好了，你就打扮妥当出门，给他来个偶遇，怎么样？不用白费力气了啊！我想好了，这辈子不成婚。嗨，宋一听，你真当你18岁等着我给你养老呢？我可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拖下去的话，那些好的夫君都被人家给选走了，到时候有你后悔的。干嘛？哎，真奈、银珠，走了。喂，是宋一听，嗨，什么玩意儿？哈，老娘不会写诗，但是会御夫啊。七殿下，我家姑娘真病了啊！不是我们殿下来了10日，你家姑娘就病了7日。那日在御花园的时候，我也没看出来宋姑娘如此娇弱呀。我家姑娘今日偶感风寒了，天儿不好。抬上来。
风寒腹泻，跌打损伤，气血两亏，病入膏肓，这些药菇都准备齐了，还怎么说？我告诉你啊，御花园的事儿已经流言四起了，你家姑娘这般不见，是不是不想对我们家殿下负责呀？他真这么说啊？七殿下还说，今日孤无论如何都要见他一面，让他放弃挣扎，别再抵抗，否则玷污了梁家皇子的名声，可就彻底洗不清了。他这不是碰瓷儿吗？他这不是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这搁现代也是一把炒 CP 的好手了吧？他。哎，奇怪了，这里也没有热情追求的戏码呀。难道又是剧本机制搞的鬼？必须把男女主往情感线上拉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不好了，七殿下他们闯进来了。嘿，你俩先撑一撑，我去避避风头。老爷，请您过去一趟，七殿下也在。宋大人的风寒可有见好啊？哎，刚好刚好。你这血水煎白茶，再混以茱萸和橘皮，宋大人好品味啊。这无根水还是那年下大雪在城外梅林取的一瓮，知道今日殿下来，特意让人从地下取出。殿下，再尝尝这茶，可是尘封3年的仙品。果然是仙品。哎呀，人人都说七殿下军功卓著，见识不凡，没想到对这等冬日雅事也颇为精通。我想我家小女成日只知道玩闹，没个正形。老夫将井水与无根水同时摆在她面前，她都喝不出差别来。看来殿下与小女果真有如云泥之别呀。宋大人此言差矣，这莺莺燕燕姑见多了，可姑呢，就是喜欢宋姑娘这种不拘世俗、天然去雕饰的性子。哎，天之骄子，怎可与凡夫俗女相提并论呢？殿下来日乃是要成大事的，可我宋家，老夫已是一把年纪，恐这半身残躯入土以后，无基业相助于殿下。有些事儿啊，殿下还得早做他想为好。我与宋姑娘是两情相悦，何谈相助于国？不过姑深感大人爱女之心，所以大人放心，只要你愿意，把女儿交由我照顾，待大人100年之后，我也定会照拂宋家。此事岂不两全其美吗？你不是爹，七殿下。哎，小梦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宋姑娘的风寒也痊愈了。回殿下，风寒是好些了，这咳嗽的毛病也算是落下了，所以近日都不敢出门了呢。什么情况？剧本里面不是说他俩素来不和吗？怎么还让南横上桌了呢？小梦，不是说那日你与殿下在御花园有误会吗？今日请殿下来，就是为了让你当面与殿下说明白啊。宋大人此言差矣。那日岸上围观者众，我跟宋姑娘是互生心意，何来误会一说呀？哎，殿下这话可不敢乱说。我家小女自幼就与楚家定亲，向来是恪守规矩。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吧？那这活人也不能让外面的唾沫星子给淹死啊！是吧？
所以呀，我家小女绝对不敢对殿下有任何心思，殿下也千万不要多想啊！来来来，喝茶喝茶，喝茶喝茶。那所以宋大人的意思是姑自作多情了。梦儿，我跟殿下谁说的对啊？宋姑娘，你说。这可是道情商题呀。宋姑娘，那日我把你从湖里救出来，但岸上的事，如果你还不记得的话，我不介意再向宋大人提及一番。七殿下英明神武，那日在御花园承蒙殿下相救，是小女前世修来的福分。今日殿下对小女做的种种事情，小女更是感恩在心，没齿难忘呢。只不过感情之事，实在勉强不来呀。殿下就当小女那天是酒后冲动，终于蒙了心，犯了一个大多数女人都会犯的错误吧。不过小女也有一事想要问问殿下。殿下明明武功盖世，无人能敌，可为何在大庭广众之下任由小女轻薄，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负责？难道殿下也想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吗？怎么梦儿变得跟人似的？所以说，一个巴掌他拍不响。小女渣是渣了一点，可是殿下好像也是蛮渣的呢。不过你放心，小女绝不是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逼着你去负责任的那种人。瞬间的激情过去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如何呀，殿下？这样总该断了他的爱情线了吧？以后不许喝酒误事，听见没有？殿下，误会已经都说开了啊！来，喝茶喝茶，喝茶喝茶。宋大人，那既然是误会，如今解开了更好。哎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宋姑娘，可以送姑出去吗？ No， 这不合适呀，殿下。绯闻刚刚澄清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哎，梦儿，来者皆是客，而且殿下这么深明大义。再说了，我们这种门第，不能失礼数啊。请吧，七殿下。 殿下，宋姑娘好像不是欲擒故纵，她是真不喜欢你。闭嘴！哎呀，可惜了我的好东西呀！ 富贵，到前面帮姑看着点，我有几句话要跟宋姑娘说。我看就不必了吧，该说的刚不都说完了吗？
是想看会发生什么。那日是你控制了鼓，对吗？哦，你也被控制了。也，少在那装腔作势了。说，设计控制鼓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那日你落水，我救了你，你不领情；在岸上，你又主动投怀送抱，现在又想用一句误会婉言相拒。怎么，给我看起来像傻子吗？啊！不是的，店家，这真的是误会，是真的。哎，店家，这里可是兵部尚书。说，这让我怎么解释？说剧本设定，男女主情感线，明场面机制，那他现在就得捅死我。我说店家，你别冲动，我都说，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大大。编剧大大。嗯，没错，就是编剧大大。这是一股古老东方的神秘力量，他无所不知，而且还可以操控所有人的生死苦乐。如果七殿下你实在是理解不了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当成观音菩萨、土地公公、佛祖、神明啥的都行。关键是他给我托了好多梦，都是关于你的。所以七殿下，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助你成事的，咱俩是一伙的。神明啊，托梦。继续编。我没有胡编乱造。那，你9岁那年，皇帝是不是把你丢弃在冷宫？你手脚生疮，他却不闻不问。10岁那年，你在练武时遭人算计，右臂3处骨折，差点落下了残疾。我说的没错吧？OK。12岁，京城大旱，而你待在冷宫里，连一点冲劲的东西都没有找到。关键时候，是不是院子里的草救了你的命？好。如果这些你都不相信的话，那你跟楚慧红的事情呢？楚归红、宋玉德，还是其他什么人？不是大哥，你这也不信，那也不信，你是杠精吧你？你到底想听什么？想要什么呀？想要什么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3日之内，朕要你把宋一梦和楚归红所有来往的信件悉数交给我。否则，书信，你到底要找什么？断
刀之法。断刀之法。断刀之法。我说的没错吧，齐天下？你这下总应该相信我了吧？宋姑娘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就是千羽君那个断刀之法呀。齐天下，如果你想要找到他，我可以帮你搞到，真的。南恒，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盟友，我真的可以帮你搞到。你先把我放了行吗？求求你了。好。今日之事，是我跟宋姑娘的秘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跟我就是盟友了。日后还得劳烦宋姑娘多多相助。天下放心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，一定。哪儿呢？断刀之法，这本里不是明明写了吗？东西就在楚贵红写给我的信里面。暂时这有钱人家这么大，是得找到猴年马月去。这楚贵红根本不是个将军，他是个作家吧？也太危险了！我找到了！不是吧，编剧大大？咱要写不出来，咱可以不写啊！你这不是坑死我了吗？姑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你们去我定块墓地吧。与其被人做成人质，还不如自我了断来得好。殿下，消息探回来了。10年前，楚归红出征边关的时候，正是这位宋姑娘亲自出城相送。自此，二人月月有通信往来。往日在京中，这个宋姑娘呢，深居简出，交友甚少，而且和二姑娘还不和。说点有用的。这个宋姑娘呢，平日极少入宫，而且也没有发现她对殿下的消息有留意和打听。她今天说的8成是真的。这怪力乱神的事儿，姑不信。不过一个深居简出的闺阁女子，竟然对姑如此了解，甚至连姑的大事她都知晓。她会是谁的人呢？南瑞，还是圣上？不管他是谁的人，这张嘴还是得闭上。